耶，我上镜头。这一支我们居然没有拍过。对啊，我有拍过哎。对，我推荐过好多次了。然后我刚刚搜寻影片，居然漏了。还是被你删掉了？应该不会，应该是没拍过。偶尔看到那个李先生花园。那这个花园系列，老实讲，我们应该要全部都介绍一次。对，我们每一次都蛮喜欢的。对，那其中你说看过李先生吗？对，那还有新的那一个字也有。西湖不是西社花园，最近很喜欢那只。那以花园系列里面来说，其实最受好评的就是这一支，因为它最久了。它是2005年也是最有名的，对。它最久。那但是我是从销售数字反映告诉我这一支最受欢迎。所以就对啊，大家对它也最了解。是。好，那它是以什么样的背景来创作这一支呢？这个调香大师叫做 JCE， 简称马先生。那它的花园系列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系列。对，就打响爱马仕香水的知名度。是。如果爱马仕没有这个花园系的话，恐怕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设计师香水排名上，居于一个地位哦。好，那既然已经把它捧那么高了，我们这一支就赶快来讲一下，有没有闻过这一支？有啊，我很喜欢这支。OK， 那它大概是什么样的背景？它的背景是来自于尼罗河算是南部的一个岛。但是海口啦。是。年纪有点大，有点忘记那个什么岛了。对。反正它是以那个岛为灵感来源，但它就是一个埃及的靠海的城市。OK。对，那这个味道的话，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不喜欢它这个味道。好，那它会以什么样的调嘞？什么样的调性来做它的结构？就是一个舒服宜人的那种城市的感觉。是度假岛屿吗？你刚刚讲那个岛？它是不是度假岛屿不一定，但是它的我有上去看一下它的那种港口的颜色啊什么，它的确就是这种。是哦。它的海水对，它的这种绿蓝的这种感觉，它有点，它是说有点在描述它那个河流波动的那种感觉，对不对？OK， 好，那我们赶快来试一下这一支尼罗河花园，这个卖最好的，这是很好的，很香。它是比较偏果香、花香调性的。花香调。我觉得它最棒的是它整个排起来，每一支的颜色这样子，哇，很像那个渐层那样子。对，白整排就很好看。橘子皮，带一点绿感。而且它有点净透的味道，有点干净透白的。就很像，确实像你在这个岛屿，这个海水随着这个浪这样子，阳光照下来，有时候一闪，它连味道都一闪。有给你呈现这种明亮的感觉。对，因为他刚刚我讲白透，就是有一点这种阳光反照在波浪上面，照映回来，给你的视觉。对，而且它有把一些它的中后的木质底，其实有一些反应上来，然后给我一种就是阳光的感觉。对，它不是只是我们因为刚刚讲到说果香、花香嘛，它前面走的还是果香居多，但是它那个木头底其实我觉得是有的，已经有，对不对？对，因为它才会给你一种就是那个画面层次感做出来。是。那它特别里面有讲到这个花园，它的花是什么花？你知道吗？居然是莲花。有特别提到这个部分。是。那我确实闻到这个花香味。柑橘再来走的是花香。那林心丽是木鼻子，所以它很快的闻到了木头。那我目前是还没有了，我现在是透白的一个
可能或许就是莲花反映出来的味道。OK， 那这个花园呢，它不会像是一大片非常多的花，不是，哎，出乎我意料。我原本认为它的花园系列应该是哇，这个很多种的花都要出现，没有，它是一次只介绍你一种花，这个它厉害的地方。我觉得它比较不像它字面上的那种很花园，就是好像只单指那区，它比较像是它在描述那个城市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度假的感觉，然后很那种，因为以前对尼罗河也有一些不好的印象，就是以前就是他们当地人会有在河边洗东西之类的，对不对？但是它这一支给你的感觉，我觉得是很亮，然后很干净的，对，就是那种河流带给你的感觉是很明亮的。对，你的意思是比较接近现代化一点的，近代一点的，比较像是度假岛屿的这种感觉啊。对啊，而且这支的味道啊，就是这么多年这样子用下来的感觉，我觉得它就是在那种我以前其他支那种柑橘类或是果香类的比较少接触的时候，我觉得这支它给我感觉就是下雨天的时候特别适合喷它。怎么说下雨天？就会带给你那种干燥感啊，然后明亮有阳光感。你不会觉得很闷、很湿热闷的感觉。在湿热闷的时候喷这支，你会觉得很舒服。你的意思说，在下雨的时候，你可以喷这个，就是可以让心情不要这么的闷湿，对。OK， 它会带给你一些能量，给你一些亮一点的感觉。就是也不一定说是下雨的时候，或是说可能很闷热的时候，夏天很热的时候，我觉得这支也很赞。是。我觉得这一支非常符合度假岛屿的这种花园里面，但是它并不是非常复杂的花堆，它不是人造堆砌起来的这种花。好像我去荷兰的胡肯霍夫花园，事实上它就是一个人造的，对。那所以它把很多的郁金香品种就在那边做成一个这个园区啦，类似园。意思是这个样子，它是这种人造的花园，但是这一支尼罗河花园，它要表达的是偏自然的，他认为这个美到像是一个花园一样。那这个花相对它是单纯的，就是柑橘加上莲花的味道，非常的干净舒服，不复杂。没错。这我觉得是最特别的地方。可能我们沙龙香文酒会喜欢它这种多样的复杂变化，变来变去。但我觉得这一支相对的单纯简单。对，我常讲这个越简单越困难。这支就是我觉得它的花园系列厉害，就是在于你看它2015年到现在，然后我们中间用了非常非常多种不同的香味的香水，最后我觉得还是会就是可能今天你觉得不知道喷什么好的时候，我觉得这支还是会是几支首选之一。是，这个回归单纯就是我们绕了世界一圈之后还是家乡最好，就类似这个味道，越单纯的越好。这一次让我想起来是，如果你在出国的时候，你在一个度假的饭店，清晨起床的时候，准备要吃早餐之前，赶快冲出去外面拍照的那个清晨的明亮感，加上一些花园带来的天然的花园飘出来的晨间的花香味，这一支真的就是达到了那个这种感觉样子。对，是。你觉得呢？这一支推荐用在什么时间点呢？任何你想要喷香水的时间点都可以。所以连雨天都合适的话，晴天那更合适了。对啊，就是不管是你今天想到它，或是不知道喷什么，是盲喷的不会错的。对 ，OK， 一定是好闻的。而且别人也会觉得好闻。对，如果今天假日你要出去，不管是室内的活动，像这个就喷这支，对，或者一些艺文活动或者朋友的
聚餐，或者是晚上的时间，这一支都很可以，室内室外都好。真的是百，我觉得它的百种场景都适合，很厉害，就是一直可以维持住它的那个香味，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我记得这一支在2000年以前什么时候啊？多久了？20年前。对啊，都要20年前。我那时候刚出的时候，好像还是刚毕业的时候吧。然后我们那时候在星光三月，然后就有一样是，我们那时候是楼管嘛，然后我们的主管就是也有喷这个，或是还有屋顶上花园，对屋顶，反正就是这几支其中几支啊。它因为它有一些。你刚开始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几支有一些汤底很像，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分子是爱马仕他们专用的，他们的专利在花园这几支。那你闻的时候就闻到说高级那时候因为在别支没有闻过这种味道，你就觉得一闻就知道是爱马仕，然后就说好厉害哦，然后时候就想说，就是以后如果我有那个当主管可以，也不一定要当主管，就是有一点那个。赚一点钱，我想要买一支香水给自己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这支是就是那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高的憧憬，高级的，对，高级的，对。就没想到隔没几年你就把它拔掉了，对，所以就变得没有隔了很多年啊，那也是到我们公司之后才有这么优惠价钱。当然这几年香水的市场变化是非常大了，对，大家眼界也开阔出去了嘛，对。但我们拍了那么多，我还是觉得这一支一定要介绍给大家。好，那我们前调先聊到这边，回头再跟大家讲这一支后调。OK， 大家见啦，拜拜，拜拜。后调来了，想起来是哪一个群岛了吗？想不起来，但你刚说了阿斯旺群岛。阿斯旺群岛。对，那我要特别讲一下，它这个有青芒果的味道。然后呢，还有一个醋木。什么是醋木？不是台语，不是，它是醋，是一个木头的木，然后右边是氢气的那个气，有吗？氢气的气，那个念醋，醋木。那事实上那不是念漆木，不是那醋木，但事实上醋木呢，就是枫木的意思。所以它的木质香来自于这个醋木，触目惊心嘛。是。醋木。来，那目前这个后调，有没有给你不同变化的感觉？我觉得它比前面还浓不知道为什么。它后发先至就对了。它前面可能有被它一些柑橘啊，什么是比较清爽的部分就是带出那种那个我们刚刚讲说波光粼粼的那种感觉，但那种波光的感觉稍微退一些之后呢，它反而后面有一个香气是带一些精油香气感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还比前面闻的时候再更不一样的，再更浓烈，再浓一点点。我觉得有点一开始闻觉得像淡香水，但现在变更偏淡香精多一些。不知道为什么。OK。但事实上，它的香型并没有，不会变化太大。对，没有变化太大。但是可能随着体温的升高，就是它停留的再多一点点之后，我们刚刚现在这样再过1小时，差不多。它的那个香气，我觉得它的有些味道就在更突出，就是更明显多一些了，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啊。OK。像是。那所以你自己在用这一支，你会觉得这个它的后调跟前调比起来，你会更喜欢后面还是它前面柑橘带出来？都喜欢。都喜欢。对，因为说真的，它的70%-80%都像啊，只有一小部分不太像而已，所以都是我喜欢的味道。OK， 它这个后面是带着花香，然后有一点贴肤了对不对？它的花还是始终保持一致，就是单一的莲花，并没有说很复杂。我不知道，也没有跑到其他的花园去，没有。对，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莲花的味道或是荷花的味道，但就是一个很舒服的香气。对。
OK， 好，那所以前后调用的时间点应该都没有差太多。对，我觉得不会差太多，就是这支可能是上班也可以，休闲度假也可以，是，就是出去绝对不会出差错的。对，不管任何时刻我都觉得很 OK， 而且是一个很高级的味道。那你觉得这个男生也可以用吗？可以。所以如果男生喷这味道，他应该是一个带什么？我也觉得很有品味。哦，有品味。对。会觉得他应该在度假。会觉得会觉得它还蛮好亲近的。OK， 我觉得就是这味道是亲近的味道。对。我觉得这味道是不会有干干净净，然后让人家觉得很舒爽的一个香气。好，来吧，那我们来评分一下喽。这一支你会给咋分？啊？你直接就给10分了？好，这我给10分总要的理由吧。一个是我喜欢这个品牌嘛，然后再来是但这些。它应该是说，我对于香水，就是除了我们一开始我刚毕业的时候是喷那个一生之水嘛，尖尖的那个，然后那时候就对它有一个小小的憧憬，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我觉得算是有，虽然说我们是把它定义在品牌商业香，对。但是我觉得它的层次其实已经到达沙龙香的等级了。对，只是因为它是挂在爱马仕的品牌下面嘛，所以它并不是独立。但是它其实请的调香师，他们也是自己御用调香师，是专门做香水for 爱马仕当时。对，所以我觉得它的香味跟香水，其实在当时来讲，已经等于我们现在的沙龙香了啦。对啊。然后那时候的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崇高的一个地位目标，对 ，OK。然后现在，可以每天接触它，然后如果说你想把它带回家，我觉得也不会那么遥不可及的一个价位来讲，我就觉得它非常值得入手。OK， 好，所以林心力给他10分。早婚。那这一支我给他9.8分。一定是非常高分的。好，因为这个是花园系列里面来讲，不管以销售量，或者是以这个知名度来讲，这一支都是绝对是第1名的啦。对。那今天再一次好好的仔细品尝它的味道，终于知道为什么它是这个整个系列里面的重中之重，对，第一名的代表。对。他把这个整个干净、清晨、自然花园的味道呈现出来。对。度假感就是来自这个。对。而且如果从你面前走过去，这个人轻悠悠的、轻飘飘的，觉得相当的迷人呐。对啊。不管男生女生，我觉得都非常合适。对。我给他非常高的评价，9.8分。赞。因为这个品牌真的是，就是你刚刚讲说第1名，它也算是所有品牌里面就是几个商业香设计师品牌的前几名。前几名就是爱马仕嘛，Dior，然后还有这个刚刚讲YSL 还好没有 YSL， 就是 Dior 跟它目前以我们目前来讲啊，我觉得香奈儿一直都是。香奈儿对，刚刚讲到他们3个，对，就是他们这几个就是伯仲之间，对，轮流当第1名这样，然后它这可以就是爱马仕里面的第1名，是第1名中的第1名，对，好不好？非常高兴，今天我们终于好好的、仔细的来帮这个第1名做一个深度的解析喽。好，谢谢你，那我们下一支见喽。我没有小帮手，我要自己按了。拜拜。